10分钟前，我还在现代材料学实验室里。10分钟后，我是被人扔在乱葬岗里的尸体，还引发了急性细菌感疫病，呼吸道严重感染，不加干预，最多熬不过3个小时。一子而食，饿殍遍野。历史书上冷冰冰的8个字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原主也叫李默，是这琅琊县新上任的县令，结果才上任几天就身染瘟疫，被丢在此地。想让我死，这破老天还没有这个资格。乡亲们，这3年大旱加上如今的瘟疫，全都是因为那新来的李县令是个灾星，他一进城就带来了天罚。灾星必以火焚之，今天烧了他，烧了灾星。李默，你居然没死！让你失望了，钱县城。本官不但没死，还要好好看看是谁给你狗胆，敢在县衙门前发动暴乱，一身瘟疫之气，还不快受死！乡亲们，他已经被邪祟附体了，快用火烧死他！李大人，不是下官不救你，确实是民意不可违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天意，神明，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好，这是医用酒精粗制大蒜素，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，这就是唯一的救命药。天火！天火！老爷发怒了！妖术！你这是什么妖术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不叫妖，在琅琊县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科学。苏晨，你滚开！你这妖怪要毒死我儿子！闭嘴！本官在从阎王爷手中抢人。这李默随便灌点臭水就想救人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等这小乞丐一死，下一个就轮到他。妈妈，我饿了。活了！深陷难救的疫病，竟然被这新来的县令一口水给灌活了！青天大老爷，您是活菩萨呀，求您救救我们吧！青天大老爷，都起来吧。金县城，你刚才说谁沾了本官谁就会死？大人，下官瞎了狗眼，受了这妖道的蛊惑。很好，身为县城，在大灾当前，你不但不安抚百姓，反而勾结江湖骗子，意图煽动暴乱，谋害朝廷命官。按大魏律例，本官现在就可以斩了你。大人饶命！大人明鉴啊！下官真是被这妖道蒙蔽了心智，下官对大人的敬仰如滔滔。闭嘴！琅琊县的粮道钱庄几乎都捏在这地头蛇手中，现在杀了他，城里的经济体系会瞬间崩溃，几万百姓明天就会断粮。杀人容易，建设难。你的脑袋先放在你的脖子上。从现在开始，琅琊县进入全面军管状态。你若敢在背后搞半点小动作，我不介意让你见识一下比刚才的天火更恐怖的东西。班头是谁？回大人的话，小人张飞虎就是这个县衙的捕头。很好，张飞虎，你现在去城里挑出50个没有疫评的青壮年，立即编成防疫警戒队。防疫？大人那是啥意思？就是把活人从阎王爷手中抢回来。听好了，这是本官上任的第一道军令，全城戒严。第一，将城东划为隔离区，所有出现红斑发热症状的流民全部集中到城东安置，胆敢隐瞒不报者，与杀人同罪。杀！第二，全城所有死尸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不分贫富贵贱，立即运往城外乱葬岗集中焚毁。记住，是焚毁，不是掩埋。青天大老爷使不得，那是绝族的惩罚，死后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啊？你们再留着那些腐烂的尸体浸染水源，滋生细菌，不出3天，全城的人都要去地下见列祖列宗。在琅琊县，活下去才是最大的规矩。不想全家死绝的，就给本官照做。第三，把城里所有的石斛园都给我找来，架起大火烧制，洒满。
每一条街道，每一口水井边缘，我要这座城连一只带病的苍子都飞不进来。全城散位防疫军令，凡是要喝的水，必须烧开凉凉后再喝。接触过病坏的衣服，全部用沸水煮半个时辰，沸水消毒，切断传染源，加上提纯的大蒜素，短短5天时间，疫病扩散不仅被彻底的控制住，隔离区里每天抬出来的死者也从几十人锐减到了1个人。百姓们看我的眼神，已经从最初的敬畏变成了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。这就是县衙今天的口粮。官仓里还剩多少粮？回大人，官仓里早就连老鼠都没有了。这几天为了安抚隔离区，最后一点存粮也熬成粥发下去了。这碗野菜粥还是大家凑出来的。城里那些粮商，别提了。那金八两趁着大人这几天忙于防疫，暗中联络城里城外的所有粮商，把粮食全囤起来了。1斗糙米要价1两白银，这哪里是卖粮，这是要喝老百姓的血啊！1斗米1两银子，如果是传统的文人县令，现在应该已经束手无策了。但我不是。带上几个机灵的兄弟，拿上铁锹，随我出城一趟。大人，出城干哈？打猎吗？打猎救不了几万人，去找水，然后种地。我要让金八两粮仓里的粮食，最后全烂在他自己手里。老爷，李默带着几个人拿着铁锹往城外去了。哼，治好了瘟疫又怎么样？会弄点戏法又怎么样？这琅琊县的地干得能冒出火星子，就算是他是大罗金仙下凡，也别想从这盐碱地里变出1粒粮食来。传我的话下去，各家粮铺继续给我捂紧了，1粒米都不准卖给县衙。是，老爷。李默，我倒要看看，当全城百姓都饿得发疯的时候，是你那套科学管用，还是我手里的白面馒头管用？这地里干的到处冒出火星子了，龙王爷都不管我们。您带我们来这荒滩上，总不能是挖金子的吧？不挖金子，挖水。挖水？哎呦喂，真是笑死我了！李大人，你要是饿到失心疯了，就赶紧回衙门躺着去。想在这全是岩石层的荒地上挖水，你真当自己是呼风唤雨的神仙了？金管家不在城里，帮着你主子发国难丧，跑到这荒郊野外来狂吠什么？李大人，你少逞口舌之快。我家老爷说了，只要你点个头，把青阳县剩下的荒地契全盖上县衙大印，转给金家，老爷立刻捐出10担粮食给衙门。何必在这儿做哗众取宠的蠢事？看到那边的横断山脉了吗？这3年虽然低雨未下，地表干涸，但那山上的树林并没有完全枯死，这说明地脉深处依然有极其丰富的地下潜流。只要找准浅水层的断裂带，水就在我们脚下。什么潜流，什么断裂带？李大人，你在京城读书读傻了吧？拿个破竹竿比划几下就能出水？要是你能在这儿挖出水来，我金贵把名字倒过来写，顺便把这河床上的石头给生吃了。好啊，飞虎，带人顺着我画的这个圈子往下挖。乡亲们，横竖也是个死，给老子挖！大人，不行了，下面全是石头，根本不可能有水。李大人，这石头好吃吗？你就算把这地壳挖穿了也是干的，你还是趁早回城，乖乖给我家老爷磕头认错吧。都闪开，给我破！水，是水，有水了！老天爷开眼了，知府大人是活神仙啊！金管家，你的名字准备怎么倒过来写？还有这些石头，你是打算红烧还是清蒸？大人，这水来了，可我们用什么浇地啊？
难道要一桶一桶挑过去？而且这地干的像铁板一样，我们县衙只有几头老牛，拉着那破木犁根本翻不动这土啊！种子种不下去，还是得死。挑水，那是蠢人的办法。去把全城最好的铁匠和木匠找来，本官要教你们什么叫真正的巧夺天工。大人，你这画的是个啥玩意儿？这犁本怎么是弯的？还有下面这个铁疙瘩，拉臂怎么是圆弧形的？大人，我打铁40年，只能打刀剑和直圆犁，你这怪东西别说拉地了，一下子就得断啊！断了，本官就砍了自己的脑袋。这叫屈原陀，能将深处的死土翻出，将表面的板结土彻底切碎。这个叫高盛连筒车，还有这个播种流。你听好了，3天之内带上全城的铁匠和木匠，没日没夜的给本官造。3天之内，我要琅琊县的几万亩盐碱地全部重建成功。大人您放心，老祖拼了命也给您造出来。成了，成了！县尊大人画的屈原犁打成了。这牛都饿了好几天了，这荒地硬得像铁板，它能行吗？下地。呀！我的老天爷，真神了！老牛拉着都不费劲。大人巧夺天工，俺铁大服了，彻底服了。没用啊，大人，没用啊！老人家，怎么没用？大人，您看这地旱太久了，上面浮着一层白花花的盐碱，地脉断了，气也没了，结不出粮食的呀。不只是盐碱化，这土壤里极度缺乏氮磷钾等作物生长的必需元素。大人不好了！大人出大事了！说清楚了。金八两发钱说，县衙纵容暴民扰乱县城纲纪，他不仅联合了我们县的商户，连周边邻县的粮商也被他买通了。现在是1粒米都不会卖给我们县，咱们衙门里的周鹏今天中午就彻底断粮了。这狗娘养的！他金万两是觉得本官种不出粮食，想用断粮来拿捏我吗？传本官指示，全城百姓，上至80老婢，下至5岁孩童，立即给我行动起来，去把城里城外的猪粪、牛粪、鸡粪，还有枯枝烂叶杂草和全部茅厕里的叶香，给本官收集起来。大人，您要这些污秽之物干啥？我要在城南挖10个大坑，这叫高温发酵堆肥法。他金八两不是说这地没有地气吗？本官就亲手造出这世上最烈的地气。本官要让这些被你们视为污秽的粪便，变成滋养这片盐碱地的超级化肥。笑死我了！他苏哲居然去全城收集茅厕里的叶香，妄想用屎尿来种地。老爷说的极是，简直就是一派胡言，滑天下之大稽。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，派人给我盯紧了县衙，等他们饿死一半人的时候，琅琊县就彻彻底底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开坑！这土肥呀，太肥了！老汉我活了60岁了，竟然没见过这么肥的土。大人，这真的是用那些腌杂之物变出来的？这叫化腐朽为神奇。有了这些积肥，琅琊县的盐碱地就能变成聚宝盆，把这些腐肥均匀地撒到翻好的地里。大人，这是啥？这叫土豆，或者叫马铃薯。
这是我前几天带人在横断山脉深处的绝壁上发现的，这是高寒植物，按我切的方法裹上草木灰，用播种楼种下去。3个月后，本官保你们天天吃的肚皮滚圆。种，听大人的，种下去。2两白银1斗，1粒米都不准卖给县衙。等狼牙县恶殍辩解，他李默定然跪在我前府门口求饶。刘大人，您多担待。我们狼牙县3个月前就断粮了，他李默不知天高地厚，非要带着泥腿子种什么堵土块儿。不过今日是朝廷规定的秋收之期，这里恐怕交不上1粒粮食。按大卫律，他李默是要掉脑袋的。本官只看粮食，不听废话。他李默如果交不出秋粮赋税，本官今日就剥了他的官服，押解进京。李大人，这就是你带着全城百姓忙活了3个月种出来的东西吗？这不就是一堆杂草吗？连个麦穗都没有，你打算拿这些草去填饱肚子，还是拿这些草向刘大人交差啊？李默县令，朝廷将狼牙县交托给你，你竟然带百姓种草，秋粮何在？还不速速认罪伏法！谁告诉你们粮食一定要长在枝头上的？飞虎，卑职在。挖出来，让金县城和刘大人长长见识。这是何物？块茎竟然如此巨大！给我全部挖出来，让这帮发国难财的蛀虫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丰收。挖呀！粮食真的是粮食啊，我们不用饿死了。斤8两，你家名下的良田亩产有多少？丰年1亩地能收2担。飞虎，报数。回大人，1亩地足足挖了6000斤，60担啊！大人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囤了满仓的粮食，想用高价饿死狼牙县，但他从地底下挖出的这种怪物，从今天起，我粮仓里的米白送都不会有人再看一眼了。我的粮食帝国，我引以为傲的财富全完了。刘大人，狼牙县的秋粮你要多少？只要你带的车够多，本官今天管够。下官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大人。这等神物出世，是我大楚之福。下官这就800里加急上报朝廷，为您请功啊！6000斤亩产，这种神物，李默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今天的城内飘着烤土豆和土豆炖肉的香味，对曾经易子而食的死城来说，简直就像人间仙境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天塌了！比天塌了还可怕！流民，外面全都是流民！周围3个县的饥民，听说我们狼牙县挖出了神仙赐下的粮食，全都疯了一样朝我们涌过来了。来了多少人？初步估计，城门外已经聚集了2万多人，后面还在源源不断的颠加，恐怕得有4、5万。大人，我们虽然丰收了，但也架不住几十万人这么吃啊！更可怕的是，这些人饿昏了眼，正在冲击城门，我们衙门几十号兄弟根本挡不住。4、5万人，好，太好了！本官正愁接下来的大计划没有足够的劳动力。劳动力？大人，那些都是随时会造反的恶鬼啊！在科学的逻辑下，没有恶鬼，只有最优质人口红利。走，随本官上城墙。开城门！给我们一口吃的吧！求青天大老！这李默虽然会种地，但流民之患，历朝历代都是无解的死局。若他开仓放粮，这几万人会瞬间把狼牙县吃空，最后一起饿死。若他闭门不救，流民一旦暴乱破城，狼牙县同样保不住。他会怎么选？都给我闭嘴！
我是狼牙县令李默，我知道你们饿了，我也知道你们是来求活路的。我狼牙县别说你们区4、5万人，就算再来5万，本官也够养。但是，我狼牙县不养闲人，更不养只知道张嘴等吃的废人。从今天起，狼牙县实行以工代支，城门外会立即搭建50个粥棚，凡是能扛得动锤、抡得动锆的青壮年，全部变入狼牙基建营，一天3顿管饱，外加2斤土豆作为工费。老弱病残变入后勤营，负责生火做饭、缝补衣物，一天2顿管饱。想活命的，就拿你们的力气来换；想白吃白拿，或者聚众闹事的，杀无赦。谢谢青天大老爷，我们有活路了！将数万流民的巨大危机瞬间变为可用的劳动力，好高明的手段。他只用了几句话，就把几万人组织起来了。报！北方蛮族天狼部落3万铁骑打破了秋水关，朝廷的守将朱将军弃关逃跑了，3万铁骑距离狼牙县不到300余了。大人逃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李大人，张捕头说的对，狼牙县如今一座孤城，以500乡勇对抗3万铁骑，是螳臂当权。立即组织百姓带着粮食撤往府城才是上策。哼，逃！千辛万苦从地里种出粮食，养活了这座城，想让我就这么轻易放弃？不可能！你别意气用事。你知不知道3万铁骑冲锋起来是什么威力？你那黄土捏的城墙，在他们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。楚姑娘，谁告诉你我要用黄土守城？飞虎，卑职在。立刻抽调2万流民青壮，随我去城西的黑山，那里有丰富的石灰石粘土，还有露天煤矿。本官要在10天内用这几座大山烧出一种叫做水泥的无上神物。我要在这狼牙县的周边浇筑起20米高、2米厚、刀枪不入、连大炮都轰不开的钢铁城墙。水泥？水泥！不仅如此，传令铁大，铁匠铺全面扩编。我要建造高炉，我要让狼牙县的炉火烧到1500度以上。3万铁骑来得正好，本官就用最纯正的工业力量，教这帮还在玩冷兵器的蛮族怎么写这个死字。水泥、高炉、工业力量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城西黑山曾经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，此刻变成了最疯狂的巨型工坊。大人，这炉子里的火已经变成纯白色了。俺打了一辈子铁，从没见过这么凶的火。这火要是喷出来，连石头都烧成灰呀！纯白色，大约1500度了。铁大，带人加煤，把碎香石和石灰石按我给你的比例倒进去。我要让这大主的身体全部变成百段金刚。是大人。都给老子砸细点儿！大人说了，这玩意儿越细越好。李大人，你大张旗鼓地征调了2万人，花费无数矿料和钱粮，就是为了和这些泥巴3万蛮族铁骑不日便将兵临城下，而你却在这里玩泥巴，真当战争是儿戏吗？夏虫不可语冰，你眼中的泥巴，在科学面前叫大象尖岩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泥巴怎么挡得住3万铁骑的冲锋。飞虎，把外面的木模具拆了。这片没有任何砖缝，没有任何石块痕迹，浑然一体且坚不可摧。这就是刚才那些泥巴。飞虎，拿你的重型破门锤来。泥巴加水，竟然能在2天之内变成连80斤重锤都砸不破的石头。坚不可摧，浑然一体，这意味着敌人的攀城沟无法借力，投石机砸上去也无法造成大面积坍塌。在这等工业造物面前，
游牧民族的弓箭和短刀，不过是小孩子的玩具。现在你还觉得本官在玩泥巴吗？出水了，出铁水了！好，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立刻引流进模具，给本官打造3棱金刚矛尖，打造诸葛连弩的基础。蛮子来了！传令下去，全体相拥，登城。让这帮蛮人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长生天保佑！杀光楚国狗，抢光他们的粮食，占领他们的女人！疯了，全疯了！3万蛮族精骑，当年大楚纠集10万大军，在平原上与天狼部落决战，都被杀得溃不成军。如今区区500守兵，拿什么挡？大人，蛮子进入500步了！哈哈哈哈！大楚的狗官果然都是蠢猪，竟然用灰泥巴糊一堵墙，就想挡住我天狼勇士的铁蹄！勇士们，给我直接撞开那破泥墙，踏平狼牙县！踏平狼牙！300步了，大人，放箭吧，再不放就来不及了。若不立刻冒射压制骑敌兵势能，城墙必破无疑。急什么？没有本官的命令，任何人敢动一下，军法处置。动手，送这群蛮夷上天！我的腿没了！这是什么妖法？天雷！大苦人能召唤天雷？这真的是人能做到的事吗？发什么呆？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现在给本官拿起连弩，痛打落水狗！是苏大人。放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楚姑娘，这不叫怪物，这叫做时代变了。跪下！跪下！你到底是什么魔鬼？大楚不可能有这种召唤天雷的法术。连火药的化学反应都看不懂，难怪你们只能在草原上吃沙子。本官今天心情好，给你2条路。第一，我把你们剩下的这2万多人全都填进高炉里当燃料，虽然脂肪含量低了点，但也聊胜于无。第2条路呢？听说你们天狼部落平地上除了打家劫舍，还把持着北方的丝盐和皮草生意。这是你们平时吃的盐，苦涩有毒，还被黑心商贩卖出了天价。这是本官用溶解过滤、蒸发捏精的现代提换法弄出来的精盐，没有苦味，纯度极高。这是只有天上的神仙才配享用的神仙盐。大人的意思是，从今天起，天狼部落这个名字不复存在，你还有你手底下活着的人，全部收编为我琅琊县的外贸商队。本官提供这种神仙盐，还有比水晶更透明的玻璃，比羊脂玉还要滑腻的香皂。我要你把这些东西以10倍、100倍的价格卖给大楚的王公广贵，卖给周边的敌国。我要用这些东西把他们国库里的银子一滴不剩的全部抽干。如果说刚才的天雷爆炸展现的是李默在军事上的绝对暴力，那么此刻他轻描淡写抛出的商业蓝图，
则展示了他是个兵不血人、颠覆天下的恐怖心机，用廉价提存的工业品去降维收割整个时代的财富，这简直比3万铁骑冲锋还要致命。大楚真的能容得下这条能气吞天下的龙吗？户部尚书，你来告诉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陛下息怒，那狼牙雪岩毫无杂质，鲜美无比，还有那香皂琉璃，皆是巧夺天工的神物啊！不仅是我大楚，就连周边的北齐、南晋，无数商贾也带着真金白银，疯狂涌向北方。北方哪里？是极北之地的琅琊县。那个连年大旱，前阵子还闹了瘟疫的边陲死地。朕若是没记错，那里的县令是一个被发配过去的寒门书生，叫李默吧？正是此人。一个随时可能饿死的边关小县令，不仅挡住了3万蛮族铁骑，现在竟然弄出了这些神仙之物，甚至快要掏空了朕的国库。有意思。看来这大楚的天下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妖孽。传朕的旨意，朝中政务暂由内阁代管。朕要带着灵儿亲自去一趟这传说中的琅琊县。朕倒要好好看看，这个叫李默的男人到底长了几颗脑袋。这北地的官道真是越发破败了。户部每年拨下来的修路款，到底为了哪些狗官？大姐息怒，再往前走10几里，进了琅琊县的地界，路就好走了。这天下乌鸦一般黑。那李默纵然有几分手段，能造出雪岩、琉璃，但他终究被发配在这酷寒之地，连朝廷都修不好的路，他一个小小县令又能怎样？怎么回事？马车怎么不颠了？主子，你快出来看看吧，这是什么神迹？这颜色，这质感，难道是用传说中的黑玉铺就而成的？用整块的黑玉铺出一条几10里长的大道，这得耗费多少银两？就算把整个大楚皇宫卖了，也凑不出这么多黑玉。他到底是个窃国巨贪，把天下财富搜刮来铺路，还是一个拥有通天手段的神明？姐，这可不是黑玉，李蒙管这叫沥青马路，是用炼钢剩下的沙洲和一种叫石油的东西熬煮铺设的，造价极其低廉，说是为了方便他那什么物流运输。沥青马路，上车。朕倒要看看这个李默还能给朕带来多少惊喜。站住！外地来的吧？瞎了眼了？懂不懂规矩？想进城，去后面排队。放肆！你可知这车里坐的是什么人？敢拦我们的路？你长了几个脑袋？怎么？这琅琊县的城门是用金子做的，进不得。哼，这位夫人，别在这摆臭架子。在琅琊县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卧着。李大人定的规矩就是天条。我可是大楚的女帝，这天下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。来自己的地盘，居然还要给臣子交过路费，狂妄，无法无天！哼，好一个李默，好一个天王，老子也得交。灵儿，给他钱。拿好收据。拿好收据。进城后遇到巡查的要看。还有，进城后不准随地吐盘，不准乱扔垃圾，马车必须停在画了白线的停车位里，违者罚款。放行。
能把一座城治理得如此井有条，连一个守门的小卒都敢对皇权拔剑。李默，你成功引起了朕的兴趣，朕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停车，我下去走走。姐，那是狼牙县的特产烧烤，要不要尝尝？御膳房的山珍海液吃过无数，竟全都不如这串街头烤肉。哎呦，姐，使不得啊！放肆！我扔根废物条怎么了？姐，您忘了城门口的告示了，在这街上乱扔垃圾，一次罚款200文，若是屡教不改，还要被拉去扫3天马路。扫马路？我是天下的至尊，可在这狼牙县，竟连扔根木签的自由都没有。这李默，莫不是个强迫症疯子？天哪，灵儿，大半年了，上京城那些藩王和后宫的蠢货们，花了几10万两白银，几万担粮食，从狼牙县买回去的绝世琉璃，就是这东西吗？在这狼牙县的街头，比皇宫大出几10倍的琉璃，竟然就这么随意的摆在外面当招牌。李默这是拿1文钱不值的破石头换走了大楚半个国库啊！姐，消消气，李大人说了，这叫商业地价，前面就到咱们下榻的客栈了，您先休息。哼，名字倒是起得狂妄，我倒要看看这凡间的驿站云端如何敢自称云端。这又是何种机关？姐，这叫旋转门，顺着它走进去就行。客官小心，这门做的甚是不合理。苏哲他这是要谋财害命吗？两位客官，欢迎光临云端山居，请问是入住还是用餐？2两银子1碗？你们这儿开的是酒店，还是抢劫的黑店？大楚最好的官邸，1碗也不过几百的文钱，他凭什么敢在这穷乡僻壤要2两银子1碗？1碗！这位夫人，咱们云端酒店提供的是全大楚唯一的5星级服务，房内有24小时的热水、抽水马桶、真皮沙发，还有李大人亲手设计的席梦思弹簧床，这个价格绝对物超所值。灵儿，你听到了吗？2两银子，大楚一个普通农户忙活1年，抛去税赋，可能也攒不下2两银子。他倒好，让客人在那什么席梦诗上躺1宿，就要收走一个农户1年的生计。国库空虚，边关苦寒，朕连蜡烛舍不得用，而他李默在这小县城竟建起这等宫殿，他却在这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躺着，吸干天下商贾的血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立令试婚，去把你们李县令叫来，我要亲自问问他，他这良心是不是被狗给吃了？大姐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，咱们这次是微服私访，不能闹大，这2两银子我出还不行吗？李默，你最好祈祷你那些所谓的神器真的能惊艳到朕，否则等朕回了上京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这酒店拆了卖瓦，把你这奸商吊在城门上示众。这是何物？这床里难道塞了上万斤的天鹅绒？竟然这般神奇！大姐，这叫席梦思床垫，您再看这里。这墙里难道藏着龙王？为何不见有人挑水？这水竟能自来，而且还是热的。
可比起这小小的狼牙县，朕的皇宫竟然像个冰冷破烂的猪圈。李默，你到底是神还是鬼？不管你是什么，朕都要定你了。不用人挑的自来水，亮如白昼的煤气灯，能自动旋转的琉璃大门，科技、工业，这些到底是什么骇人听闻的力量？如果这股力量不被大楚皇室掌握，一旦狼牙县生出异心，这天下还有谁能挡得住那个叫李默的男人？不行，朕必须亲自会会他，看看他的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东西。大姐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去县衙，去会会那个无法无天的李默。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。不对，这滑轮组的受力分析算错了。苏大人说过，动滑轮能省1半的力，但要多费1倍的距离。你这绳子的拉力根本不够提起那块上铁。放屁！他们在吵些什么市井之言？大姐，这是李默设立的格物院预备生，他们不考科举，不读4书5经，只学什么物理、算术和化学。李默说，背书救不了大楚，只有学会这些，才能造出更多的蒸汽机和没良心炮。离经叛道，简直是离经叛道！可这股朝气，是上京城国子监里那些死气沉沉的酸儒们永远不具备的。走，去县衙。喂，干什么呢？懂不懂规矩？去后面排队。放肆！我要见你们李县令，难道还要和这些满身铜臭的商贾一样排队？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？好大的口气！天王老子来见咱们李大人，也得排队预约。看你这打扮，也是外地来做大生意的。先去那边交1两银子，买一份咱们狼牙县新出的《格物日报》，把上面的招商政策看明白了，再去领个号码牌等着。大人现在正忙着呢，没空见闲杂人等。这天下都是朕的，朕见自己的臣子，竟然还要花钱买什么破报纸，还要排队。姐，这位差爷，我家大姐脾气急，我们是京城来的大皇商，有一笔天大的买卖要亲自跟李大人谈，通融通融。怪家，李大人交代过，只要是送钱上门的大肥牙，一律放行，然后狠狠的宰。既然是京城来的大客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跟我来吧，大人在后院的实验室。二位这边请。大人，京城来的大商贾说有天大的买卖找您。不管多大的买卖，先在旁边站着别出声。这可是提纯高浓度硫酸的关键时刻，炸了把你们一起送上天。你就是李默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你哪位？如果你们是来买玻璃镜子和精盐的，出门左拐去商业司。现在的代理商门槛是10万两白银起步。如果是来买没良心炮和新式连弩图纸的，我劝你们趁早打消这个猪头。大楚的兵部尚书亲自来求，我也没给。李默，你真以为你在这穷乡僻壤弄出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就可以目无尊长、无视朝廷法度了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敌国之手，会给大楚带来怎样的灾难？你身为朝廷命官，不仅不将这些秘方上交国家，反而在此聚敛钱财，你该当何罪？哼，上交国库，交上去干什么？交给那些只会写八股文，连铁矿和煤矿都分不清的贪官去中饱私囊？还是交给那个整天坐在上京的龙椅上，只知道琴棋书画的傻帽皇帝？放肆！李默，你死定了！你当着女帝的面骂他是傻帽皇帝啊！放肆的是你，你口中所谓的稀奇古怪，叫做科学。我不上交，是因为就算我把化学方程式和高卢图纸拍在那个女帝的脸上，她也看不懂。她手下那些酸腐文人，
连最基础的受力分析都不会，他们拿什么去攀登科技之巅？在这个时代，真理只掌握在我的手里。我狼牙县的规矩，就是大楚未来的规矩。你若是不服气，现在就可以滚回京城去告御状，看看是皇帝的圣旨先到，还是我狼牙县的铁甲战车先开进上京城的城门。好一个真理只在你的手里。李大人，刚才是我失态了。小女子姓云，是从上京城来的商贾，刚才不过是试探一下大人的胆识。试探我？云夫人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一炷香的功夫，我的高炉就能产出价值100两白银的钢水。面对这种拥有降维力量的妖孽，皇权暂时压不住他，那就只能用金钱来渗透他。大楚国库虽然空虚，但朕的内库和皇家商号，其财力依然是极其恐怖的。我不要你的琉璃，也不要你的金盐，我要买你刚才说的图纸。没良心炮或者连弩，我说了不卖。兵器是狼牙县的底线。不，我不买兵器。100万两白银，3成红利。我出100万两，只占你狼牙县所有工坊3成的红利。你继续做你的青天大老爷，继续搞你的科学，我绝不干涉，如何？只要李默拿了这笔钱，狼牙县的经济命脉就会渐渐和皇家商后绑定，到时候李默就是我养在北境的一只会下金蛋的绝世金鸡。100万两。云夫人，你的胆子确实很大，但你的见识实在是配不上你的美貌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太穷了，区100万两也想买我整个工业体系的3成干股。你知不知道我城外的水泥厂和炼钢厂，光是这半年的净利润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。不可能，大楚1年的国库才多少？你一个县城怎么可能有如此庞大的进账？哼，所以说你根本不懂什么是工业附加值。不过我看你这女人虽然眼界窄了点，但勉强算是个有钱的散财空子，3成干股你就别做梦了。但我这里刚好有一个新项目，缺一点点启动资金。这是何物？这是一条路，一条用钢铁铺就的路，我叫它铁路。有了这条路，我的煤炭和铁矿就能源源不断地运进城。只要第1期工程修通，狼牙县的产能将再次翻上10倍。钢铁铺路？怎么可能？且不说耗资多少，就算铺成了，什么样的神驹能拉得动在铁上跑的车？谁告诉你我的车需要马？飞虎，备马车，带云夫人去西郊试车场见见世面。这是什么怪物？云夫人，睁大眼睛看好了。这不可能！钢铁巨兽不用牛马，这钢铁巨兽怎么可能自己跑起来？热能转化为机线成，这叫蒸汽机车，目前还只是初级实验型号。但我向你保证，3年之内，我的火车将拉着成千上万吨的货物和精锐的士兵，跑遍这片大陆的每一个角落。云夫人，100万两，我卖你这铁路商行1%的股份。这笔买卖，你做还是不做？不用牛马，日行千里。若是用这个神物来运送粮草，不，若是用来运送大楚的重甲步兵，这不仅是运货的工具，这是足以颠覆整战争格局的终极杀器。只要铁轨铺到哪里，大楚军队就能在几天之内神兵天降。100万两白银1%的股份，李大人，你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？
大楚建国300年，还从未有人敢做这么黑的买卖。黑吗？云夫人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看出了这东西的军用价值。我这叫技术垄断要价。你就不怕我回了上京，找天下的能工巧匠仿造你这蒸汽机车？请便。我不怕告诉你，这整汽机涉及热力学、流体力学、冶金学，还有精密机械加工。就你们京城那些连游标卡尺都没见过的铁匠，再给他们100年，他们也敲不出一个合格的气缸。好，100万两我出了，这1%的股份我云家要了。2期工业扩建计划终于有了充沛的血液，痛快。飞虎，拿支笔来，跟云夫人签契约。慢着，李大人，100万两毕竟不是小数目，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。说来听听。我要留在琅琊县，不仅是我还要从云家商后里挑选一批最聪慧的年轻子弟，进入你的阁务院各大工房学习查账。既然我投了钱，我就必须知道我的钱是怎么花的。买股份是假，留在琅琊县偷师学艺才是真。想把自家的心腹安插到核心技术部门，云夫人，核心技术可是我琅琊县的机密，你这让我很难办啊。李大人，100万两现银，3天之内就能调拨到县衙库房。行，看在100万两的面子上，我允许你留在琅琊县考察，也可以让你的子弟旁听阁务院的外围课程。不过学费直宿另算，每人每年1万两白银。李默，你抢钱啊！什么学费要1万两？爱学学，不学滚蛋，知识可是无价的。等朕学会了这些东西，等朕表明女帝身份的那一天，朕一定要让你李默连本带利的把这些银子全吐出来。1万两就1万两。合作愉快，云夫人。飞虎，既然云夫人是咱琅琊县的大股东了，也就是自己人了，去给云夫人在云端酒店办一张顶级的年卡，房费给她打个99折，顺便把县衙食堂的饭票也卖给她几本。外地人来琅琊县总得吃顿好的。大人放心，卑职一定云夫人伺候的舒舒服服的，保证让她把兜里的银子全花在咱们琅琊。李默，大姐，消消气。好，很好，朕就留在这琅琊县，朕倒要看看他李默还有多少花样。早晚有一天，朕要把他变成给朕端茶倒水的太监。朕不信这世上真有完美无缺的妖孽。他白天那般贪财狂妄，背地里到底是位怎样的人？第36次实验了，为什么提血液的杀菌效果还是达不到临床标准？杀菌？他在弄什么毒药吗？不行，必须得加快进度。开春之后，北蛮随时可能撕毁协议反扑。钢铁城墙挡得住骑兵，但挡不住带有毒的剑士和刀伤。大楚的军医都是废物，伤兵一旦感染发热，十死无生，只能靠命去硬扛。我李默把他们从饥荒里拉出来，再来重新配置萃取液。提纯，还要再提纯，死亡率太高了。以科技之火助凡人之躯，愿我琅琊弟子再无因伤枉死之痛。原来大楚皇室在乎的是皇权是否稳固，而这个被朕视为眼中钉的人，却在这个无人知晓的深夜里熬干了自己的鲜血。你这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白天骂朕是傻帽皇帝的时候，底气不是挺足的吗？李默，你比朕更像一个君王。这大楚的天下，朕分你一半可好？醒了。昨晚
是你。在这狼牙县，除了我这个冤大头股东，还有谁敢在大半夜闯进你这满是毒气的禁地？李大人，为了几瓶还没见影的药水把命搭进去，这笔买卖可不划算。哼，云夫人这是在心疼我，心疼我。少自作多情。我只是不想我那100万两银子打了水漂。你要是死了，谁给我的铁路分红？大人，天塌了！大人，天真的塌了！800里加急，北蛮天狼部落的主力绕过了狼牙县，在大楚内部叛将的接应下，已经攻破了居庸关。30万蛮族大军正顺着平原直扑上光城而去。镇北将军叛变，京师危急，请陛下速回。云夫人，居庸关丢了，你一个商人为何如此激动？李默，朕不用再装了。大楚女帝楚清晨在此，领教李县令的科学。楚清城这名字比云夫人顺耳多了，所以陛下大老远跑来我这穷乡僻壤，就是为了投资我100万两银子，顺便听我骂你是傻帽皇帝。你李默，现在不是耍嘴皮子的时候。30万蛮军围攻上京，若京师不保，大楚江山彻底崩塌，你这狼牙县也绝无幸免之忧。你要钱，朕给你钱；你要权，朕给你封王。只要能挡住那30万铁骑，朕甚至可以跟你平分这天下。平分天下？我对你楚家那残破的老屋子没兴趣。楚清城，睁大眼睛看好了，这是我原本准备留着一统天下用的东西。30万铁骑，告诉你的禁卫军撤出城头，我李默带你去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战争暴力。飞虎，传本官知府令，开启1号秘密仓库，把咱们那几尊刚下线的红衣大炮给我全部推出来。本官要用这片天的硝烟，送这帮猎门去见他们的老祖宗。朕原本以为已经建设过了狼牙下县所有的秘密，但当这扇门打开时，朕才知道自己之前的想象力是多么匮乏。这就是你所说的大炮？这声管竟是用整块金刚铸造的？不仅是金刚，这是采用了最新的高压精密铸造法，内衬耐弱合金。比起你大楚那些动不动就炸膛的青铜火铳，这玩意儿叫神法。科学的力量从来不是血肉之躯可以比拟的。传令炮兵营拉出一尊红衣1号，目标西山断崖，给我们的女帝陛下演示一下什么叫真理。庄田，云夫人啊，不，陛下，请捂好耳朵。放！这是神的力量。楚清城，现在你还觉得上京城守不住吗？李默，这种大炮你现在有多少？12尊，虽然不多，但配上我刚生产出来的2000发开花弹，挡住30万蛮军的冲锋足够了。好，李默，朕现在封你为镇国大将军，领狼牙县所有兵马入京勤王，只要能解京师之围，你要什么，朕给什么。封王拜相我没兴趣，不过等打完了这一仗，我那云端酒店的房费，你可得按双倍结给我。你，飞虎，传令下去，所有工坊停工。卑职在。击剑营、保安营集合，带上咱们的红衣大炮，目标上京城。今天咱们去教教那帮蛮子，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。李默，你这些兵，他们只是狼牙县的农夫和流民，为何军纪比朕的御林军还要森严？有什么秘诀吗？没什么秘诀，我只是告诉他们，有人要剥夺他们一天吃3顿土豆炖肉的生活。为了保护自己的美好生活，人是能爆发出最可怕的潜能。大楚的士兵是在为虚无缥缈的皇恩卖命，而狼牙县的士兵是在为的饭碗和尊严拼命，高下立判。
上车吧，陛下，让大楚的天下感受一下工业时代的速度。太快了，这简直太快了！大楚旌旗日夜兼行，不过300里，你这铁车载着千军万马，竟比快马还快。这就是铁路的意义。800里燕山寨口，日落之前，大军即可兵临城下。日落之前，简直匪夷所思。你脑子里到底还装着多少朕不知道的东西？燕山峡口，蛮族南下的必经之路，咱们就在这儿，给30万大军备一份大礼。全体下车，动作快！炮兵营立刻构筑发射阵地，机步连构筑射击阵地，测量连汇报风向和射击诸右。大楚是没人了吗？竟然派了几千个连铠甲都没有的民夫在这小土坡上列阵！勇士们，大楚的攻城就在眼前，里面的金银财宝、丝绸、女人都在等着我们。冲上去踩碎那些农夫！今晚我们在上宫城的皇宫里喝酒。李默，他们已经全部进入隘口了，为何还不下令开炮？骑兵冲锋的动能有多可怕？一旦让这5万人冲上高地，我们这2000人瞬间就会被踏成肉泥。急什么？陛下，你没学过物理，我不怪你。在这个如同漏斗一样的狭窄地形里，敌人的密度越高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杀伤效率就越高。现在开炮，顶多炸死前面的1万，我要的是一锅端。蛮子的脸都能看清了，他们的弓箭手开始弯弓了。炮兵营，开花弹，定高引深，全军集火，给我开炮！这就是降维打击。准确的说，这叫火力覆盖。卑职在。下去洗地。本官的规矩，琅琊军所过之处，不留活口。陛下微服私访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北境多半已经沦陷了呀！居庸关已破，30万蛮族大军兵临城下，经营的5万老爷兵连马都骑不稳，拿什么守城？立刻拥立小皇子，咱们南迁吧，留得青山在呀。可是咱们走了，这满城上百万的百姓怎么办？庶子无知，百姓如韭菜，割了还能再长。若是皇室血脉断绝，咱们大楚就真的亡了。传令下去，羽林军立刻护驾，文武百官随老臣从南门撤退。什么声音？外面发生了什么？长生天啊！这是什么恶魔？火炮营就地展开，连弩营依托车厢作为扬体，自由射击。今天让这群没见过世面的野蛮人尝尝工业化屠杀的滋味。开火！这是大楚的援军，大楚怎么会有这种天雷？那是陛下，陛下没有死。朕不过是去北境巡视了半载，怎么，诸位爱卿这是准备丢下朕的江山，去哪里高就啊？陛下饶命！臣等以为陛下已经想保护小皇子南下，保留血脉呀！保留血脉，大楚的血脉在朕的剑锋上，在北境将士的炮火里。传朕旨意，
今日凡是踏出南门半步的官员，无论是首府还是尚书，按叛国罪论处，诛9族。这女人穿上龙袍的样子，倒是比当冤大头的时候顺眼多了。通知装甲营，别让他们跑了，咱们的火车还没吃饱呢。不要乱！大魏的火器田庄极慢，他们只有几千人。那铁壳子虽然坚硬，但只要冲到近前，他们的大炮就成了废物。铁浮屠是蛮子的铁浮屠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全完了！那种重甲，就算是床奴也射不穿啊！陛下，快退回城内吧，铁车挡不住的。这种重甲骑兵一旦近身，李默那些拿着连弩的乡勇根本破不了防，而大炮的射击仰角有限，一旦敌人冲进100步之内，大炮就成了瞎子。李默，你还有后手吗？若是挡不住，朕今日便陪你战死在这上鸠城外。大人，蛮子学聪明了，他们散开了阵型，而且重甲太厚，大炮的破片杀伤力的锐减，他们已经冲进300步了。铁牛，把风暴给我亮出来！是。200步，150步。大卫的懦夫，去死吧！机枪手就位，撕碎他们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停！陛下，外面的野狗我帮你清理干净了。哼！陛下，此人带兵入京，面君不贵，此乃大不敬之罪呀！首府大人所言极是。王阁老，30万的蛮族兵临城下，要屠我上京满城百姓的时候，你的天河在哪里？你们收拾金银义务，准备抛弃京师，你的朝纲又在哪里？若不是琅琊将士们，你们现在早就是蛮子刀下的无头鬼了，竟然还有脸在这里跟朕谈祖宗之法！这李默所用之物绝非正道，不知圣贤教化，国将不国呀！你知道为什么你们大楚会被蛮族打得像狗一样到处乱窜吗？你们把科学当成妖术，却连一把像样的刀都打不出来。你竟敢在金銮殿上杀人！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，而正义就在我的枪口下面。陛下，清理垃圾的工作就交给我吧。琅琊县的水泥厂正好缺一批免费的劳动力去砸石头。传朕旨意，内阁首辅、兵部尚书等17人临阵脱逃，贪生怕死，意图分裂朝廷。即日起革去一切职务，抄没家产，全族男丁贬为庶人。与禁军给朕拉下去！陛下饶命啊！自今日起，大楚废除八股取士，加设格物、算术、工程3科。加封李默为内阁总理大臣，倾巨国之力，让大楚的钢铁梦想席卷天下。陛下圣明。总理大人，朕刚才的圣旨，你还满意吗？封官许愿都是虚的，我这个人比较务实。某人曾说，这大楚天下要分我一半，女帝陛下。算不算数？天下可分你一半，但你李默必须全是我的。